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委员一人所著的《哈佛和斯坦福眼科医生教您不可忽视的25种可怕眼疾》这本书。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重点解读书中我个人认为尤为重要的内容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世界级眼科医生分享忽视后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危险眼部症状；第二，解读3种能有效缓解眼部负担、消除疲劳的最强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世界级眼科医生分享忽视后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危险眼部症状。有没有人最近发现视物模糊、视力下降或眼睛干涩等症状？有没有把这些症状放任不管的情况？事实上，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并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，但却可能悄悄恶化，等到发现时可能已经接近失明的边缘。委员医生指出，许多患者直到视野缺失或看到黑影、飞蚊症时，才慌忙前往诊所就医。然而这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。作者在书中提到，他希望通过普及正确的眼健康知识，帮助人们早发现、早治疗，从而减少因疏忽导致的视力损伤。这也是他撰写本书的初衷。作者背景：委员一人先生曾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行长达11年的研究，其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《Nature》和《Science》上，是国际知名的眼科专家。在过去16年中，他诊治了超过9万名患者，发现很多人对眼部的不适置之不理，导致病情恶化甚至不可逆。因此，他呼吁大家一旦感到眼部异常，应及时应对，预防永远胜于治疗。眼疲劳，现代人的常见问题。如今人们离不开智能手机和电脑，眼疲劳已成为普遍现象。许多人可能会觉得眼睛酸涩或疲倦，但如果长时间不予以重视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。眼睛疲劳其实是身体发出的信号，提示需要休息。如果忽视这种信号，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眼疾。眼疲劳的主要原因：我们的眼睛通过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厚度来完成聚焦。然而，长时间注视近距离物体，如手机或电脑，会导致睫状肌持续紧张，最终引发眼部疲劳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时常远眺窗外等远处景物，放松眼部肌肉。度数调节的重要性：使用眼镜或隐形眼镜的朋友，还需要特别注意度数的调整。很多人选择的度数适合看远处，但长期用这种度数看近距离屏幕，会增加眼部负担。如果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，可以准备一副专用的近距离眼镜或隐形眼镜，减少对眼睛的伤害。干眼症是眼疲劳的隐形杀手。作者还指出，眼疲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干眼症。当泪液分泌减少或质量发生变化，眼表面变得干燥，就会引发酸涩感，而我们通常会将这种感觉误认为疲劳。为缓解干眼症，作者推荐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：增加眨眼次数。无论是用手机、电脑还是阅读时，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减少眨眼频率，因此要刻意增加眨眼。此外，每隔15分钟闭眼10秒钟，也能显著缓解眼部疲劳。通过这些小方法，我们可以有效预防眼疾，同时保护眼睛健康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介绍另一个常见症状——眼睛干涩和酸涩的应对方法。有些人可能会在傍晚时分感到眼睛干涩，并出现涩涩的症状。这种干眼症的主要原因，如前所述，是因为专注于某件事情时眨眼次数减少，从而导致泪液分泌量减少。眨眼的过程能够刺激眼睑内侧的泪腺，产生泪液，并均匀滋润眼球表面。因此，当眨眼次数减少时，泪液分泌减少，眼睛就会变得干燥，进而产生涩涩的感觉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因为眼睛干涩，我每天经常使用眼药水。有些人甚至认为，只要频繁点眼药水，眼睛就会保持湿润，于是可能一天点眼药水10到20次。然而，这样做反而会将本来就少量的泪液冲洗掉，
导致眼表的泪膜无法正常发挥作用。泪液的作用不仅仅是润滑，它还负责为眼表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，同时具有杀菌作用，可防止微生物入侵和细菌感染。如果频繁使用眼药水将这些珍贵的泪液冲洗掉，眼睛的正常功能会受到损害。此外，大多数市售眼药水中含有防腐剂，可能引发眼表的过敏反应或损伤。因此，过度使用眼药水不仅无益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那么，当感到眼睛干涩时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作者建议，可以尝试使用不含防腐剂、成分接近天然泪液的眼药水，并按照规定的次数使用。如果症状改善，说明干涩的原因只是泪液量不足；但如果眼药水没有明显效果，则可能是泪液质量问题，或者是慢性过敏性结膜炎的可能性。许多人误以为干眼症只是眼睛干涩的小问题，用眼药水应付一下就可以了。然而，干眼症引起的不适不仅仅是干涩，还可能包括分泌物增多、流泪、对光敏感、眼球深处疼痛、视物模糊，到傍晚时视力变差等各种症状。更严重的是，慢性头痛、肩颈酸痛等问题也可能与干眼症有关。因此，千万不要轻视干眼症，建议尽早采取措施。相反，如果能有效治疗干眼症，与之相关的不适症状往往会得到显著改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探讨另一种症状——眼痛。关于眼痛，如果您感到眼痛，首先要区分是眼睑疼痛还是眼球疼痛。如果是眼睑疼痛，可能是由于细菌感染导致麦粒肿或散粒肿。这类情况通常可以通过抗菌眼药水、软膏或口服药物治疗。因此，不要强忍剧烈疼痛，建议尽早就诊。如果是眼球疼痛，并伴随充血，则可能是结膜炎症。此外，如果对光敏感并感到刺痛，则可能是虹膜发炎。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使用较强的抗炎类固醇眼药水治疗。不论是眼睑还是眼球疼痛，都可能是炎症或细菌感染的表现，因此建议尽快就诊。关于视物模糊，视物模糊的最常见原因之一是干眼症。如果偶尔感到模糊，眨几次眼后能够恢复清晰，那么很可能是干眼症所致。这种情况下，只需增加眨眼频率等措施即可。但如果频繁模糊，且眨眼后仍无法恢复清晰，就可能与更严重的疾病有关，比如失明主因之一的青光眼。青光眼初期症状可能仅表现为偶尔模糊或视力下降，而视野缺损往往到病情较晚期才会被察觉。一旦因青光眼导致视力丧失，将无法恢复。因此，建议即使是轻微的不适，也要及时接受专业设备的检查。关于视力骤降，如果您最近感到视力突然下降，可能有多种潜在病因，包括一些可能导致失明的严重疾病。因此，建议尽早采取应对措施，以防止病情恶化。例如，如果不及时开始治疗，就可能失明的疾病之一是网膜中央动脉闭塞症，即网膜的动脉被阻塞。当动脉堵塞时，为神经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的供应会中断，短时间内就可能导致失明。因此，如果突然感到视力变差，必须在半天内尽快接受治疗，而不是先观察几天。建议立即前往眼科就诊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将介绍减轻眼睛负担并有效缓解眼疲劳的3个最佳方法。现代社会中，大多数人都长期让眼睛承受巨大压力，智能手机和电脑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虽然这些科技产品带来了便利，但也对眼睛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如今，许多人的眼睛已经处于极限状态。然而，完全不用这些设备的生活显然不现实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容易造成眼疲劳的环境中，并从日常生活中开始进行眼部自我护理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以下是减轻眼睛负担、缓解眼疲劳的3个高效方法：促进血液循环，多摄取有益眼睛的食物，
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。接下来，我们逐一详细解说这些方法。方法一：促进血液循环。首先需要特别重视的就是通过促进血液循环来保护眼睛的健康。近年来，血液循环的重要性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强调，比如保持全身血液流通顺畅、预防血栓形成等。而对于眼睛来说，促进血液循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眼部周围集中着许多细小血管，一旦血流不畅，氧气和营养就难以充分供应，容易导致严重的眼部问题。因此，预防动脉硬化和糖尿病，保持血管健康，降低中性脂肪、胆固醇和血糖水平，都是保护眼睛的重要措施。通过改善全身，尤其是眼周的血流，可以为眼睛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，有效缓解疲劳。我个人深刻体会到血液循环改善对眼睛健康的重要性。过去，我常因长时间使用电脑而感到眼睛干涩或疼痛，但自从开始注重促进血液循环后，这些症状几乎消失了。具体方法：用热敷改善血流。书中提到的一种具体方法是热敷眼睛。作者习惯在一天结束时，用热毛巾温敷眼部。操作简单，将湿毛巾拧干后，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左右，待毛巾温热但不过烫时，敷在眼皮上。市售的热敷眼罩也是不错的选择，有些还兼具助眠功能。闭上眼睛，将热毛巾敷在眼部约3分钟，你会明显感到由于长时间用眼而紧绷的眼周肌肉逐渐放松。这种方法不仅能促进血流，还能有效缓解眼部疲劳。尝试养成每天热敷的习惯，您的眼睛会逐渐恢复健康状态。温暖双眼不仅能缓解眼疲劳，对改善干眼症也非常有效。因此，请定期善待您每天辛劳的双眼，为它们进行温热护理。例如，像作者一样，在一天结束时用热毛巾敷眼，让眼周感到温暖。这样的习惯非常值得推荐。如果能在睡前执行这个习惯，通过温暖双眼，您不仅能获得极大的放松，还会对睡眠质量产生积极影响。长期来看，定期温暖双眼以促进血液循环的人，与放任疲劳、双眼不管的人，差距会非常明显。因此，请重视每日1点1滴的好习惯。顺便提一句，有些人在眼疲劳时会觉得用冷敷更舒服，这是因人而异的。冷敷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更有助于消除浮肿。除了温暖眼部，还有哪些方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呢？答案是缓解颈部的僵硬。通过缓解颈部僵硬，将血液输送到眼部周围。当您感到眼睛疲劳时，往往颈部或肩膀也会感到僵硬。由于现代人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，颈部和肩部僵硬的问题十分普遍。颈部、肩部和眼周通过全身血管相连，促进肩颈血液循环，也会对眼部的眼轮匝肌血液循环产生良好影响。肩膀僵硬较易察觉，而很多人不太清楚自己是否颈部僵硬。如果您慢慢转动颈部一圈，发现有活动困难或疼痛的部位，很可能说明颈部僵硬。因此，每隔30分钟或1小时，用10秒左右慢慢转动颈部一圈，舒缓颈部僵硬，促进头部血液循环。此外，在用热毛巾温暖眼部时，不妨顺便敷一敷颈部，这同样非常有效。可见，不仅是眼部，肩颈的护理对眼部健康也至关重要。促进血液循环，运动同样非常重要。大家可能都体验过运动后身体变得暖洋洋的感觉，这正是全身血液循环改善的表现。不过，并不需要进行剧烈运动，只需通过日常小动作活动身体，即可更高效地改善血液循环。在使用电脑或手机时，难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，但请提醒自己，适时活动，避免血流不畅。还有一项促进血液循环的习惯需要养成，那就是泡澡。虽然大家都很忙，但即使只有5分钟，也请尽量泡在浴缸里，这样可以扩张全身血管，降低血压，
从动脉到末梢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都会得到改善。建议泡在37到39摄氏度的温水中，放松身心。如果实在没有时间，可以用梨浴热水直接冲洗闭着的双眼或颈部，来促进血液循环。希望这些方法对你有所帮助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第二种能极大缓解眼疲劳的最佳方法：摄取对眼睛有益的食物。众所周知，有一些食物对眼睛健康非常有益，积极摄取这些食物，显然对促进眼部健康大有帮助。首先要介绍的是罐装青鱼。您可能听说过 DHA 和 EPA 对健康的益处，例如它们能使血液流动更顺畅。事实上， DHA 和 EPA 不仅能显著保护血管健康，还能对眼部健康产生重要作用。此外，摄取 DHA 和 EPA 还能活化泪液粘液成分的分泌，从而预防干眼症。同时，视网膜的神经组织主要由 DHA 构成，因此适量补充 DHA 和 EPA 对眼睛及全身健康都大有裨益。青鱼、秋刀鱼、青花鱼、煎鱼、金枪鱼等鱼类富含 DHA 和 EPA。为了健康和眼睛的保护，请多食用这些富含优质脂肪的鱼类。相比油炸鱼，如炸青鱼，建议选择刺身或炖鱼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留 DHA 和 EPA 的营养。若觉得处理鱼类麻烦，那么罐装青鱼是个好选择。罐装青鱼因加热处理而浓缩了营养，是一种非常方便且健康的食品。除了鱼类，另一种对眼睛极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。西兰花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这两种营养素对眼睛健康极为重要。为了保持其营养价值，推荐采用简单的微波加热法，将一整颗西兰花切成适合食用的大小，放入耐热容器中，撒上少许盐或喜欢的调味品，如橄榄油或芝麻油，然后用500瓦的微波炉加热4分钟，再焖蒸5分钟即可。如果鱼类不喜欢或者受限于工作环境的气味，也可以选择坚果类如杏仁、核桃、腰果和开心果。这些坚果不仅对眼睛有益，还有助于延长寿命的研究结果，著者几乎每天都会食用坚果类食物。同时，积极摄取对眼睛有益的食物的同时，避免食用对眼睛健康有害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需要注意的是那些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。相信大家已经知道，肥胖会引发多种生活习惯病，而这些疾病中，高血压、糖尿病和动脉硬化可能导致失明等严重后果，因此需要特别警惕。肥胖会显著增加患高血压、糖尿病和动脉硬化的风险，从而间接危害眼睛的健康。因此，为了保护眼睛，建议远离甜食、含糖饮料以及精致碳水化合物等容易导致肥胖的食物，同时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。膳食纤维有助于预防肥胖，主要存在于蘑菇、蔬菜、豆类和坚果等食材中。在用餐时，可以先食用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而不是直接摄入主食等含糖较高的食物。这种方式能够有效平缓血糖的升高。例如，蔬菜优先的饮食方式非常推荐。此外，还需要注意饮品的选择。许多人在口渴时会选择含糖量较高的果汁或甜咖啡，而这些饮品往往含有惊人数量的糖分。为了保护眼睛健康，建议在口渴时选择不含糖和添加剂的矿泉水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讨论第3个改善眼部疲劳的强效方法——正确的护眼习惯。关于如何正确护眼，内容非常丰富。首先，很多人可能关心于眼镜的正确使用方法。如今，电脑已成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，许多人每天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，因此有些人会想知道是否需要专门配备电脑工作用眼镜。作者建议，对于经常使用电脑的人，可以根据屏幕的距离调整焦距，配备专用的电脑眼镜。特别是近视患者，通常会将眼镜矫正到视力 1.0 或更高。然而，长期佩戴这样高度矫正的眼镜，看近处屏幕，例如50厘米距离，
会给眼睛带来很大负担。因此，作者建议将矫正视力调整到 0.5 或 0.6。专为电脑工作设计的眼镜能有效减轻眼部负担，即使是视力良好的人，若长时间使用电脑，也可以选择凸透镜眼镜。凸透镜能够帮助眼睛在近距离看屏幕时保持放松的自然状态，从而显著缓解疲劳。对于电脑工作者，眼疲劳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干眼症。佩戴专用电脑眼镜可以减轻肌肉负担，缓解眼部疲劳。如果您长时间从事电脑工作，不妨考虑配备一副专用眼镜。作者本人也在使用电脑专用眼镜，并深感其在减轻眼部疲劳方面的效果显著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谈谈许多人使用的隐形眼镜。作者基本推荐使用日抛型隐形眼镜，因为眼泪中的粘液成分和油脂，即使清洁再彻底，仍会逐渐积累在镜片上，成为眼部刺激的来源，并可能引发慢性过敏性结膜炎。因此，为了眼睛健康，日抛型镜片是最佳选择。每天使用新镜片能有效避免上述问题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给它最好的呵护，才能享受更清晰、舒适的世界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